复活的康泰克斯那支 G45镜头啊。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到底怎么回事？说龙哥你那个镜头挂了吗？啊，为什么要复活？我说不是我这个镜头挂了啊，是康泰克斯这个镜头变样了啊，变成什么样了？我们拿这个摄像头来看一眼，哎，就是变成这样了。大家看，哎，很多人说这看起来这个不像康泰克斯啊，这看起来分明就像是徕卡呀，哈哈哈哈，是这个感觉。我们把这个 UV 拧下来啊，把 BJW 的 UV 拧下来。好，大家看看这支镜头啊，漂亮的一支康泰克斯 G45。啊 ，G45 这个镀膜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哈 ，G45 的这个颜色，但是这个外观上来看，分明是徕卡。如果挡住这儿啊，分明是徕卡502双 A 的限量版，这个效果，哎，这个头是有点意思，对吧？不，这镜头是银色的，这跟我们常见的黑色的这个大家在群里都见过的黑色这只还是不太一样啊。黑色的当然骚气、低调、奢华有内涵，银色的也是无敌亮骚。那么今天就来讲它们。拿下这个盖儿来，闷盖儿啊，大家看看，这支镜头做的非常漂亮啊！你看外观，完全就是徕卡502双 A 这支限量版502双 A 哈，外壳是 Rigid 的，著名的徕卡，我认为哈，简直就是我们放多大群头的 Rigid 的，它的外观坑纹啊，在坑里面是这个细槽的这种纹，手感非常之好啊！这么一个镜头，外观特别漂亮。你如果挡住这个45，你拿出来一晃。啊，尤其是黑色这个拿出一黑个，这个一看，这完全就是白红涂装的，这个就是徕卡的502双 A 限量版。说来话长，在上个世纪1994年啊，康泰克斯当年就是快死之前啊，康泰克斯离死也不远了。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品牌啊，蔡司旗下30年代创立的大名鼎鼎的这么一个牌子，几次死去活来啊。那么最后说，在90年代呢，说我们要另辟蹊径，要跟别人不一样，你们都做单反面的好，徕卡旁轴做那么凶，我们做一个自动对焦的可以换头的旁轴。出了康泰克斯 G1，在德国科隆博览会上啊，一鸣惊人，出现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很激动，看到时候就哇塞，太好看了，那 G1 漂亮，虽然对焦慢，虽然有各种不足，但是太好看了啊！纯金属的机身啊，太棒啊！外头镀的钛啊，一定要说镀的钛，为什么？以前我说钛板，老有人说这个，你说这不对，这不叫钛板。这叫合金啊，不能叫钛。我说那徕卡的钛板也是外头镀的钛，为什么大家不说它，偏要说我呢？我也不理解啊，这个东西当然我说的不严谨。那么不管是合金，外头写的就是钛，说明中也写的是镀钛的，就叫钛板。所以那么我们就约定俗成，徕卡的叫钛板，镀的钛就叫钛板，我们这个也叫钛板，一个意思。后来呢，到了这个96年，就又出了在各方面对焦更好的 G2。那么当年很多人就喜欢上了 G2 这个机器。G2 当时整个 G 系列的镜头出了好几支，比如说著名的 G16、G21、G28、G35、G45、G90、G3570变焦啊，这么几支头非常强悍。当然卖的最好的 G45，为什么呢？第一，焦段跟别人不一样啊，比50稍广那么一点点啊。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宾得的43大公主啊，这个感觉。其实那天群里头也聊了啊，46点多毫米啊，实际焦距你就算46毫米吧啊，这样一个感觉，比50稍微宽那么一丢丢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呢，这个镜头素质确实做得很好啊，普拉纳啊，虽然写的是普拉纳，但是镜头素质做的真的不错，在我用过的这些头里头，属于难忘的镜头之一啊。G45真的还是很强，这个要承认，就不要说因为康泰克斯死了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我就可以随便踩这个牌子啊，因为用的人少，我就可以随便踩。用的人少，东西多了，法拉利用的人也不多，你也挑出来踩踩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品牌已经挂了，我们就可以玩命踩，就可以不讲道理。该夸的夸，该踩的踩，这才是我们玩器材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谁没有优点，谁没有缺点？先说优点，这个机器是不是全是缺点？只有一个优点，对吧？所以你就可以全说缺点没问题。但是如果有很多优点，只有一点不足，你就盯着不足，死命往里踩，那么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啊，玩器材大家图的什么？开心啊！做人呢，最重要是开心。你饿不饿啊？我煮了糖水给你吃啊！啊，就是这个感觉是吧？好，咱了解过康泰克斯 G45这只头，说复活的这只头什么特点 ？G45什么特点？它就什么特点？为什么？里头的芯儿就是 G45，只是换了个壳啊，就像我龙哥啊，换了身衣服还是龙哥，一个意思吧？它里头是 G45，换一外衣啊，原来。小呢子大衣，看换一飞行员夹克，
还是 G45，芯儿不变啊，成像的风格就是康泰克斯 G45的风格。那么我个人认为啊，现在老得说个人认为啊，加的特别麻烦啊，为了防止有人抬杠啊，为什么呢？G45这支头，我当年在胶片时代用的比较多。从整个的感觉来说，第一就跟徕卡，如果同样跟徕卡的，我当年用的最多的502那支现行版镜头不带 A 的哈，502比的成像风格是什么？它的反差更强烈一些，反差对更高，对比度更高，锐度也更高。然后呢，颜色的饱和度要比徕卡的你觉得更艳一点啊，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整个康泰克斯系列其实都会艳一点。然后呢，冷调更明显，这个冷调不是整体冷，是在高光的部分很明显会偏冷色。比如说你阳光下拍个人，哎，这头发高光明显就是蓝，特别明显，它对蓝色的波长有一种偏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这支 G45当年卖的并不贵，为什么？有原因，康泰克斯 G 卡口只能装在康泰克斯机身上用，在胶片那个时代，只能装在那个机身上自动用，装别的没法用。后来到了微单，这才有了索尼这微单，才救活了康泰克斯整个系列的机器。这镜头大家买来再改装用，我们说将军环啊等等这些环改装，很多人很喜欢康泰克斯镜头，所以当年国内那么多人去研发这些接环，就是为了让康泰克斯头用得更舒服。这帮人真的傻吗？这帮人不知道什么叫成像吗？啊，我觉得不是，这帮人显然是懂这个，所以有非常多的康泰克斯的用户就投入了微单的怀抱啊，这个也是原因的。但是说实话，国产做的那些环手感各方面都没有那么优秀，都是费点劲，要不然就个太大，要不然往上装特别麻烦，都是需要很多的技巧，种种不便大家都克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镜头素质是令人印象深刻，还是好用，大家才会弄。这镜头要说你费时巴拉转接上，镜头素质那简直是。对吧？就是特别一抛翔那种，你也不会用啊，对吧？你费那劲干嘛？它值当的吗？不值当的。他之所以愿意这么费劲，就是因为他值当的你这么折腾，镜头素质其实非常好。我从来不掩饰我对康泰克斯那几支头的喜爱，比如说 G28啊、标杠、G45啊、G21，这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就是我觉得看一个器材啊，还是综合性的去看啊。就是你说尼康、佳能有没有好头？当然有啊。对吧？不要因为我买了个尼康，你用佳能的我就得非得踩；我买了个佳能用尼康的我就不踩你，我今儿就过不去，没必要啊，不至于是吧？哪家没有好的人？有的就是 CN 双修啊，或者多门多修，那人为什么要互相踩？对吧？你不要因为我用了这个，你没用别的，你们都是神经病，都是弱智啊！不要这么想，没意思。这个镜头其实徕卡 M 口啊，主要是一个徕卡 M 口，那么它是一个45毫米的头，那么装在徕卡上出来的是50线框。比50线稍宽一丢丢啊就可以了。你用电子渲染器当然就没这个问题。这个镜头的长度并不长，大家可以看长度并不长，45毫米的焦段。这个头怎么来的？中间有故事啊。我就专门问了一下这个镜头的设计师啊，我说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镜头啊 ？G45，他说 G45很好用。我说对 ，G45好用。我说那么你把它做这外壳什么意思？就说想给更多的徕卡用户啊来玩。为什么呢？徕卡用户我说都不缺标头，为什么还要花钱买这么一支镜头？这支镜头呢，很多人就说，哎，G45啊，素质。我说这是一方面，另外，其实很多徕卡用户是有这种把玩不同镜头的乐趣，体会同样一个焦段不同镜头的味道的这种习惯。他不是说徕卡，你发现很多徕卡用户，我刚买了个35，他不光一支，他好几支35，大光圈、小光圈都有。你别觉得人家拿一35 3.5，觉得小光圈，人家里还有1.4的呢，啊，对，没事儿，钢嘴什么人说不定都有。哎，你看人拿一50。1.4，哎，觉得50 1.4，人家可能143锐际的什么这些全都有啊，都有，所以他就会体会之间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个头呢，觉得就是设计师说，就想给这些人增加一个玩的乐趣。那么当然就有人说，很多人说，那么这个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玻璃啊，有人说复活啊，说你上哪儿找这么多玻璃？是你们自个儿磨的叫复活吗？不是。这个头的玻璃呢，据说是当年康泰克斯维修站，康泰克斯这个品牌就是停了之后啊，停了之后在京瓷那儿停了之后呢，它的维修系统它要运行很长时间。当年停了之后，第2年我的 G2就坏过一次，就专门寄到他们的维修站去修啊，做过一次保养啊。那么保养回来，我当时说，我说你们还弄吗？他说弄，他说5年之内都还是正常运转的。他们当时就留了一些配件，就很多机身啊、镜头的配件，包括镜头的镜组。啊，都留在那儿。那么当时后来这些镜组呢，后来整个康泰克斯整个这个维修站停了之后，这些镜组就等于留在那儿，就被人家打包一下买了。买这些镜组呢，现在这2年呢就摘了出来，咔咔咔拆开镜组一看，这些镜组一对啊，差不多有个那么
200-300支，能做200-300支这个感觉。但是呢，没外壳，它是竞组，没有外头外壳。同时我们干脆给它做一外壳，就重镜啊，做一外壳，然后就做了这个外壳。这个外壳就我觉得比上一代 G35的那个好很多，精细度各方面好很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拿这个，在这个状态下大家看一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镜头的这个感觉，对焦环这个部分啊，跟锐际的那个样啊，坑纹啊是这样的啊，在凹槽里面是这个细纹，手感也很顺滑，这个感觉。然后呢，这是它的对焦环，最近对焦大家可以看到0.7米，在徕卡上，因为你再近就要用电子取景器了啊，本身这个头是可以到0.5米的啊，这个是到0.7米啊。然后呢，白字红字涂装，徕卡限量版的一个标志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漂亮。我觉得最好看的是光圈环，光圈环啊，跟现在这个光圈环直筒的不一样，它跟这个限量版一样。这儿你看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一个小翅膀啊，两个小翅膀，又不像那个圣光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两个小翅膀你握着的时候啊，你就这么握着的时候非常舒服啊。sorry 啊，打了个嗝，嘿。啊，这个握着非常舒服，里头这个6片光圈叶片，大家可以看到 G45的经典标志。那么前圈当然不是原厂的了，前圈是后来贴上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后来单独的这么一个做的一个刻字的贴环，写的 Contax G45啊，45毫米 F2这么一个感觉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头都知道，看到包装就知道是范丽啊，Fan Leader 做的啊，就是我以前用过的那个。啊，以前用过的这个 Fan Leader 的那个超广嘛，18那个啊，就是他们做的。然后呢，现在做了复活了这只头，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另外，它这个外观好看在哪儿？看细节啊，这个对焦环上头是有一个小藤的。大家看这个对焦环，就是这个景深标尺这儿，看景深标尺这儿，它不是一个平面，是跟那个一样，它有一个小藤，看到吧？这有一个过渡的小藤，这个藤凹下来之后，然后再是对焦环。啊，才是对焦的部分，对焦的时候也是前组会伸出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前口非常细致啊，前口非常细致，抓着这个口换镜头什么的，这儿都是带阻尼的这个纹啊，带阻尼的这么一个纹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非常漂亮。G45的镀膜什么的这就不用说了，作为玩过康泰克4的人，我觉得就不用再细说了。那么当时只有这个黑色啊，当时只有这个黑色，然后呢，银色的这个啊，这是群里的若一的镜头。当时说有这个银色，我当时我就没听过，还有当时光说要有银色我都没见过。说国内一开始就3支，这是第1支拿到的。那么若一呢非常仗义，说龙哥，我给你直接发闪送，闪过去啊，你放多大会吹一吹。我说我的个妈，拿来之后我立刻就后悔，我订了黑的了。我说不行，我也要订这个银色这个啊，这个做工明显的要更骚气啊，朋友们啊。不是精致，是为了骚啊！哎呀，骚就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啊！大家可以看它的整个的手感，在国产的这镜头里头算是对焦手感真的是很上乘啊，做的非常细致。整个银色的，我觉得感觉也更漂亮啊。后屁股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都非常好看啊，都非常好看。所以啊，那么这么一个镜头啊，这么一个镜头在这儿也写着啊，看丁啊丁啊这个。圈里头知道的，其实都会对这个会有印象啊。那么，然后这个镜头中央起来啊，银色盖上这个闷盖啊，一个闷盖，看闷盖上写了一个 G 啊，写了一个 G。很多人说这个 G 什么意思？我说这还 G45的 G， 汉语拼音歌微贵的意思啊，应该是这个头的价格啊，就是值得聊一聊了。那么我们回到这儿来聊，这个头5980。5980这个价格一听不便宜啊，真的不便宜。这个镜头公女公道说挺贵，但是呢，我们算个账 ，G45这个头首先不便宜，这个镜芯加上这个外壳纯铜啊，多图螺纹也好，整个外壳也好，纯铜，然后镀黑铬，成本不便宜。为什么呢？大家做过塑料或者金属开模的知道，开这么一个模子不便宜啊。开这么一个模子呢，你做的数量越多，单价就越低。你一下子比如说开一个模好几十万啊，你说我开一个模子，比如说好比说10万块钱嘛，我做了1万个，那开这个模做了1万个，一个就10块钱。你开了模子10万块钱，我做了100个，这个就贵了。你算一算，对吧？这个价钱一下就上。你要就做了10个，哇，那每个就奔1万块钱。所以它有一个怎么样的问题？这个镜头一共就300支，因为镜组就300支。啊，留下来的新镜组就300支，啊，所以那没有再多。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找这个二手这个镜头来装？我也问过，我说你们淘点二手，他们是觉得这个淘这个二手啊，有的时候
有的镜片有磨损啊，有划痕啊，有的镜片磕过碰过，你当时看不出来，说这个弄起来它不是新的吧，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说有人愿意弄呢，你可以自己弄。就这个镜头未来还会出一个套件啊，未来会出一个套件，就是没有这个镜芯，只有这个外筒，你自己啊直接把这个 G45外壳拆掉，无损拆掉，把那个镜放进去。啊，组合起来就这个镜头，你愿意再拆出来，再装回 G45的外壳，自动对焦一样用。所以它会出一个这样的套筒，就是你手里头如果有 G45镜头，那么你可以以后买这个套筒，但是套筒不一定会有银色啊，都是黑的。你买这个套筒来弄就可以啊。那么 G45这个头呢，在胶片时代其实就用了很多啊，就当时觉得各方面其实都很满意，但是呢，后来觉得接到这个机身上，觉得更好玩。为什么？来看手动的感觉，玩很多器材玩很重要。那么有人就说了，说有这个 ZM 的502，说也不贵，说为什么我不买那个，我要买这个？第一哈，大家知道我对 ZM 不是那么瞧得上 ，ZM 有的头不错，有的血统不纯，咱不是觉得这个嘛，对吧？是有那感觉哈，日服日菜，你老觉得差点。这个毕竟康泰克斯当年还是我觉得德味比较明显的一代，其他的镜头的颜色风格跟它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另外呢，当年就是 ZM 的外观下头那个小凸起，虽然是学的当年的大 B 小 B 那种外观，但大 B 上很好看，为什么？大 B 粗啊，所以那个小凸起呢，一体的凸起你觉得还挺匀味的。缩小了之后吧，你看着总有点怪怪的，老觉得有点，就我觉得 ZM 的就是涂装各方面没有那么好看。那么这个图我觉得外观是我喜欢的，Rigid 的外观啊，这个没办法啊，我喜欢 Rigid 的，这谁都知道啊，我就死吹 Rigid 的，怎么办？就喜欢，就好看，经典。那么这个它的外观加上这是502限量版的外观，很吸引人，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啊。这个镜头我觉得外观上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好吗？我觉得大家可以很顺滑啊，大家可以看很顺滑，光圈的手感也非常清晰啊，在国产图里头真的算是很棒啊，真的算是很棒。而且呢，闷盖挺漂亮的，整个的光圈的收合的感觉也很顺畅，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手肘轻轻点动啊，因为它有2个小耳朵。那用起来就很舒服，然后呢，对焦的手感，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好，在国产图里头真的算是很好啊，真的算是很好。我觉得这个头真的是很舒服、很棒的一支镜头，从做工各方面，而且稀缺啊，就这么没多少支，拿来玩是很棒的。看照片说话是我用这支复活的 G45镜头装在徕卡 SL 机身上来拍摄的。啊，为什么装 SL 机身 ？SL 的高感各方面用的很舒服很快，而且对焦峰值好用极了。我干活都是很多是用 SL 啊，而且 SL 颜色也很舒服。那么我来拍了这个啊，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基本上是光圈全开到光圈2.8的表现啊，光圈全开。像我在这种室内环境，基本就光圈全开，就是全开你体现第一吹啊，你对焦的手动对焦的功夫；第二看整个画面的感觉。那么用日光白平衡拍摄啊，徕卡 SL 日光白平衡的颜色，那么在室内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一个柔和的调性。当然，有的人在手机上看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灰啊什么的，因为每个手机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在电脑上看比较准啊。那么来看这个整个的皮肤的质感啊，包括人物的这些细节、头发丝的这个质感的细节，大家可以看是非常漂亮啊，整个的过渡的感觉很舒服。焦外你可以看到焦外的感觉带着淡淡的冷调。这个就是康泰克斯头的风格，你看的是窗帘，你都觉得带着暗暗的一点冷调，这个调子就是康泰克斯的调啊。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这张，那么你在抓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这个关系，整个空间关系，整个这种快速对焦的感觉都很方便。那么在 SL 上尤其方便，就是为什么 SL 我直接拿峰值来对啊，比拿黄斑对还要快，我直接拿峰值，而且它的取景是准的。就是因为你装在50线框上出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有一点点小差别。那么装在 SL 上，整个构图就可以特别精准，啊，出来的非常非常漂亮。就你在抓拍人物的动作的时候，抓拍细节，这个当然机器的性能没问题，抓拍，那么这个镜头也能很好的表现出强光和弱光之间的这个反差感。这个反差还算是比较足，在这个情况下，你会觉得比徕卡的头的反差要强一些。啊，就康泰克斯整个的反差其实要更强烈一些，更浓烈一些，蔡司的味道啊，蔡司的反差确实高一些。虽然 G45在整个 G 系列在蔡司里头不算那么强烈的浓郁，不像28那样非常浓郁的感觉，那整个的反差还是很透亮啊，你出来的感觉还是看着很舒服。好，有人说糖豆老爸说放大看细节洗牙粉说一群的配配啊，好，一群的配配好。我们再看这个，我是比较喜欢这个镜头在侧逆光下的表现。第一，侧逆光立体感好；另外，侧逆光下在弱光
暗部的东西才能看出镜头的细节。就你真迎着光拍，什么镜头都不太差啊，不能说所有的吧，大多数镜头顺光拍都不太差。那么在逆光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暗部的细节和对高光的一个把控。这种镜头这种细节的表现都很舒服啊。这当然都是高感了，都800以上的感光度了，因为光线其实没那么强。那么大家看整个头发丝的这个感觉，这些细节啊，在这拍快门速度并不高，因为大家看手其实都有那虚动啊，但是只要定得住的部分，细节表现是很舒服的，过渡也算很不错啊。安勤粉说了，现代头风格就是这个现代头啊，就康泰克斯这个确实是更现代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整个的颜色，在室内日光白平衡，整个屋里的偏暖的这个感觉，跟冷的高光部分的小冷调结合的这么一个调啊，这是很明显的康泰克斯的调性。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张呢，整个是竖幅图的哈。我们看这张，这张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这张呢是正好窗外有散射光，因为这个窗户冲北，散射光呢偏冷调，就是它反的是天空的光线。整个过来，你看整个这个高光的左侧的这个部分，明显的是一个蓝调了。日光白平衡会表现出整体的这个蓝调，你用自动白平衡当然就会被校正掉。那么我喜欢日光白平衡这个蓝调，包括黑色衣服出来的这个冷的感觉。啊，这个冷的调性出来是非常漂亮的。这个镜头的在这个部分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之好。这个也是，这个是光圈收了一点点。这个镜头还有一个特点哈，这个镜头整个的光圈定位手感是比较清楚的，其实比在康泰克斯那个 G2 上头那个定位手感要好一些。G2 上的镜头有时候你会觉得手感略硬那么一点点，这两个手感还是不太一样。啊，5月说我也去做一杯冰拿铁啊，好。啊，朱凯莱卡也来了，好久不见啊，朱凯莱卡兄，好。那么这张我裁了一个局部，完了裁了一个局部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看这个镜头，就说成像质量啊，切了一个局部给大家看一看，大家看看这个头发丝各方面的表现啊，这个感觉，我觉得足以说明这个镜头的素质啊，足以说明这个镜头素质。这张好像是2.8光圈拍的，在边缘的这个成像还是提升的非常明显。这个图收到4的时候，就已经中心到边缘的素质都非常惊人了。是一支优秀的现代镜头的代表，而且呢，外观又有这个复古当年的这个工艺，觉得很棒啊！有人说了，777说 G45 当年也是最锐之一啊，最锐之一。当年江湖外号叫 G45 叫傻锐，你就想想吧，这个头锐度特别高，整个的锐度在这些镜头里头是非常出色的一支，所以呢，这个锐度装到这上面，大家依然可以看到很好的这个感觉，还是很不错啊，还是很不错啊，这是它的一个细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种冷调的这个感觉，包括椅背儿、暗部的这种蓝色，这都是因为反的天光，日光白平反天光过来的一个冷色，所以冷色调在画面里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感觉。当然，有的人会喜欢说我就自动白平衡把它校正掉都行，但是我拍的时候我就日光白平衡，因为个人喜好啊，仅此而已啊，这么一个感觉。朱克莱卡说这个头不像 G45 在 G2 上胶片上的感觉，因为我是拿徕卡 FL 啊，这个数字的跟那个。装在胶片上还是有区别啊，尤其是装在胶片，如果用像 Provia 100F，哇，那简直是冷的很明显啊，这个感觉啊。说以前是干锐没这个润，我觉得跟徕卡这个调教有关系。徕卡相对来说，为什么我喜欢 SL 啊？就 SL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就 SL 我觉得 SL 的颜色感觉其实比 SL2 要好看一点。我个人感觉啊，就是 SL 的我说德味更浓一点啊，有时候出片比较好看。好，我们再看这张。啊，这个也是，大家看整个这一组都是这个调性啊，就是对肤色的还原也好，对整个氛围的表现也好，我觉得都是很明显能表现出来。就只有一张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那么多张你看它的风格表现，另外4、5头呢暗角也比较小，它不像28那个那么明显，毕竟是在就是标头这个段儿。但是我觉得光圈全开的时候氛围感依然很棒啊，大家看这个画面啊，非常柔和的这种过渡感，非常舒服啊。当然前提是你曝光的时候以高光为基准，保住高光。啊，数字也是强调这个的感觉啊。777说跟卷有关系啊，配这个 Provia 这个冷调有特点，对，就是 Provia 像 RTP3这种，我觉得真的是，在高光的那种冷调的是很有它特点。配康泰克斯就冷过了，我有时候我大多数是拿柯达给它配，我就觉得拿那个 Provia 就冷的太明显啊，这个感觉是这张是我近距离拍摄比较喜欢的一张，焦内的锐度。控制的非常不错，焦外的过渡在焦外可以看到 G45 的特点，它焦外其实有点二线，就边缘有点过角的这个特性啊，就是小亮圈跟普通的那种光斑的感觉还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整个
镜头，你说找到一个没有缺点的镜头很难。G45当年就是因为锐度过高，被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说太清楚了啊，拍胶片太清楚了啊，焦外，我说你焦内锐度这么高，焦外的那种油润感、细腻感不如那些镜头是一定的。啊，就真无两头戏，它在照顾锐度焦外相对来说二线会明显一点点，但是到没到不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真不至于啊。这个镜头我觉得特点还是非常好的。扫街，这是前两天那个树叶，北京那个落叶特别好看的黄叶，下雪之前，哎，我出去拍，正好一个车的风挡上，它停了好多天啊，落了好多树叶，我觉得挺漂亮。我在这用光圈5.6拍了一张，啊，光圈5.6拍的。那么大家可以看 SL 配这个5.6光圈。啊，出现的这个你在画面就可以看到，直接视觉你觉得锐度是非常高的啊，锐度非常高。那天是阴天，天空不是蓝的，是灰的，但是你看整个的高光，金属的高光还泛着冷调，这都没有加过锐啊，都没有加过锐。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片子的细节，这种表现啊，对焦在这个小树叶上，大家可以看这种焦点部分的表现跟边缘的这个表现啊，这个镜头素质确实是非常出色，当年就有名，也不是因为今天来吹它。当年 G45就有名，很多人说我没听过，那么抱歉，可能是你玩这个玩的比较晚啊，就抱歉我这么说。一般我觉得从96年开始玩康泰克斯的，玩到2000年前后，对 G45的名声和整个的风格应该是很理解的啊，就是那样的一个味道啊。好，有人说色泽好看啊，色泽好看。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是在这个阴影里。啊，在阴影里拍的这种草丛，大家可以看到，草丛是很容易出现二线的。这个镜头就是为了大家看它的二线会到什么程度啊？看边缘这个部分，啊，二线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到没到不能接受，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啊。它的锐度啊，各方面的细节，这种白毛毛的这个细节的表现不够吸引人吗？其实很吸引人。边缘因为也很好啊，焦外不如那些图那么润，那么细啊，它是付出了代价啊。看这个，我稍微放大一点看。大家看看这些小草的细节，这就是康泰克斯G45的感觉啊！因为在胶片时代，其实我们很少会把片子直接扫描成这种感觉啊。但是大家你在这里头看 SL 配合它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看啊，颜色各方面都是日光白平衡啊，所以都会觉得有点淡淡的冷调啊。这个是在那个阴影里拍的上头这个树叶，就那几天没下雪的时候，树叶颜色正好看。啊，走在外头呢，哎，正好在楼后面阳光照过来，我觉得这树叶很好看，就抬头往上拍了一张。我牺牲掉了一些高光的层次，啊，因为保高光，整个画面会比较暗，那么我觉得就牺牲掉高光层次，让画面再透亮一点。那么拍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树叶的感觉啊，树叶的这个感觉这张还是比较康泰克斯风格的，啊，锐度非常高，也有足够的氛围感啊，就光圈全开来拍摄的这个感觉。那么来切个细节啊。来切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看，在最大光圈的时候，对着这么强烈的阳光，你可以在树叶的边缘找到一点点紫边。以康泰克斯的风格，这个紫边绿边，其实一个96年的镜头啊，96年镜头，我们现在看，其实你觉得它这个紫边能不能接受？我觉得真的算可以接受了，因为我见过很多紫边比这个厉害的镜头啊，大家其实都懂啊，这个感觉。777说很蔡司很透，刺激性更高啊，是这个感觉。朱海来看说这个树叶是康泰克斯 G 风格，真的就是G头出来的感觉吧？我觉得跟CY 开口的还特别不一样。就原来 YC 那几支不是 AEG、MMG， 整个出来的感觉跟它真的不一样，更浓，暗部更厚一些。G 系列暗部是透亮啊，暗部带的特别透亮，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旁轴不同的设计思路带来的。那么大家看焦外。这个感觉也能找到一点点小绿边啊，但是整体我觉得都是能接受的感觉。抗逆光强呢，很正常。G头上头这个蔡司镀膜呢，也不是白吹的啊，逆光好，这个确实该表扬。当年用蔡司惯的毛病，觉得所有的逆光都应该好，其实发现觉得逆光不行啊。徕卡在这方面应该向他在学习啊。东北播音员说，G2机身刚卖了啊，可惜啊，可惜。好，接着往下看啊，雾天，光说高反差，跟你高反差，对吧？都很透亮怎么办？看看雾天啊，北京那天正好有雾，冬天的早晨，这是隔着玻璃拍的，隔着玻璃在走廊上拍的外面，大家看雾气中影影绰绰那些细节，该有的都有啊，这个是啊，喝口水啊，今天讲课讲嗓子疼。然后接着看这个树叶，阴天的树叶，刚才那是阳光下，这是阴天的树叶。阴天树叶放大一点看这个颜色，这是树叶还没有全黄啊，没有全黄的时候拍摄的。大家看在焦点处的锐度和焦外的表现，右侧的光斑特别明显，是 G45的光斑
G45的光斑中间比较圆，然后呢，整个的光斑你会发现外圈有过角的那个倾向啊，外圈光那个有个小亮边啊，外圈有个小亮边，中心比较圆，边缘慢慢开始变形，这个小亮边是非常 G45的一个感觉，是它的一个特性。一个是155啊，155的那个502、155。郊外都会有这个感觉，也算是一种特点，其实是光学上的一个不足，但是呢，你真把它拿来一种味道来玩，也是很有意思啊。来几张黑白看一看啊，就黑白呢，整个的感觉，我觉得在暗部一下就体现出季头的一个感觉。这是那天下雾啊，不是雾霾，那天是雾。下雾之后呢，我也觉得那好像是雾霾，那天好像是雾霾啊，出来的感觉。我早晨出门啊，正等那个打苗呢啊，在这儿正好有工人在扫树叶，咔搂起来，直接一估焦，光圈一收，一估焦，啪就拍了一张。这就是它有这个景深标尺的方便，你可以直接估焦啊，直接一看，啪一张就拿下啊。这张拍的这个工人整个的这个灰度感啊，这个灰度感我觉得还是比较蔡司的，就是比徕卡明显的对比度要高一些，暗部扎的比较实，高光也会亮一些，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对比度比较高啊。在云端说那个年代网屏 G45可比 G35好多了，真的，我觉得 G35在这些 G 镜头里头，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支。很多人特别，我恰恰在 G 系列最不喜欢是 G35，我比较喜欢的排第一 G28，第二就是第一是 G45和 G28，啊，真的是很棒。所以有人说 G35 在我里头肯定是排不上前头的啊，这个感觉。好，再看一张啊，这都是黑白拍摄的啊，大家可以看，其实我们看看这个画面的细节哈，也都是有的。你看这个扫帚边缘啊，这个扫帚的这个质感。你觉得画面边缘够不够？看地上这个清晰度，你觉得够不够一支优秀的镜头的表现？我觉得就很好。这个镜头有现代感，但现代感就不好吗？我觉得很好，我是拿来拍照的这个感觉啊。这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拍摄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光线下，后面的那个蓝色，那就是日光灯带来的那种蓝绿色啊，这种表现，整个的细节什么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好啊。这也是拍的树叶啊，大家看这个隔离墩上这个金属栏杆的质感嘛，看看这儿，这是画面最边缘啊，2.8光圈拍的。大家看看画面这个金属栏杆，这已经是画面的最边上了。看看这个最边的质感，那么能不能说明这个镜头的素质？我觉得还是挺能说明问题的啊，挺能说明问题的。所以，这支镜头你看高光当然是冷调啊，大家可以看到高光这个部分很明显的是一个冷调，它对天空的蓝色、日光白平衡出现的这个感觉就是很明显啊，树叶暗部的这些质感。也都非常好啊，这些暗部的细节就是又浓郁又不过分饱和。我觉得过分饱和还是，也不是说不好啊，只能说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都习惯降一点点饱和度啊，我是喜欢稍微偏浓郁、偏一点灰这样一个感觉啊，一个感觉。东北播音员说石墨机身就是 SL 啊，徕卡的 SL 机身啊，这些都是在室内拍摄的哈，大家可以看这种锐度的扎实感啊，对妹子的皮肤都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考验啊。妹子说：“你别发这照片啊，痘都没修啊，脸上长了个痘都被拍出来了，特别扎实啊，呈现是非常扎实。”好，接着往下看，这个是在那天就是下雪之前，那天就开始要下雪了啊。这个在地铁口出来之后呢，我看了个银杏树，正好晚上正好傍晚蓝色时间，哎呦，我说这个好看。这个橙跟蓝的这个对比啊，就拍了一张。那么大家看的这个天空的余光还是蓝色，啊，这个树叶在风中吹拂的一个感觉。那么我裁一个局部，大家可以看看啊，都是 F2 光圈全开来拍摄的，来看 SL 机身，大家可以看焦点的部分，树叶的这个细节都非常好看啊。整个的光斑，大家看外头的光斑，尤其上一张边缘的光斑啊，这个光斑是很 G2 的一个光斑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看这张是顶着这个灯拍的，大家看到画面这个左侧有一个隐约的一个就是鬼影，这个鬼影是什么？是镜头进了水，因为那天下雨下的挺急的，镜头上沾了水之后的出现的眩光的感觉啊。因为都没加遮光罩啊，大家看郊外的光斑的这个味道，就是还是比较明显的是鸡头的感觉。那么到了浓郁的这个傍晚啊，这种浓郁的颜色，这是早晨啊，这是早晨拍摄的。大家看看这种颜色很足，这张是不是还是很鸡头的感觉啊？就鸡头的这个浓郁感一下子就回来了，你就觉得就是那个味道啊。好，然后呢，这个是在地铁里头拍的，因为早晨非常早，地铁里头都没什么人啊，在这儿拍了一个，你看也是日光白平衡，画面就带着这种明显的蓝绿色调啊，这是日光灯在日光白平衡下的一个特点，就蓝绿色调。
啊。再看这张，这张呢暗部特别蓝，为什么？那天天特别晴，天空的这个光线，早晨的阳光刚刚起来，大家看墙上刚刚照到阳光，反差很高，这个整个的暗部的颜色就特别蓝啊，就特别蓝的这么一个感觉。对面的那个楼房反光又反在这上面，哎呀，就觉得真好看。这个冷色，我就拍了一张啊，就拍了一张。这张还是非常明显的呈现出了康泰克斯的这种蓝色的冷调啊。然后放大一点看，细节也非常好啊，上头水泥的这个质感细节是非常好的。这是在室内啊弱光下的这个感觉，大家可以看看拍细节啊，这些清晰度，理解一个大感觉啊。这个是这种阳光下，大家看高光跟暗部反差非常大，光线反差太大了，暗部刚刚能记录一点层次啊。为了保高光，暗部只能舍掉。大家看看这个刮完大风之后啊，下完雪刮完大风之后，大家看地面残着一点点雪，这个汽车的细节隐约可见的一个感觉啊。这个质感还是比较蔡司的哈，比较康泰克斯这个劲儿，就是特别冷。很多我哥们当时都开玩笑说，这个康泰克斯这图拍出来怎么跟加了个蓝镜似的，特别冷那样一个调啊。这也是晚上的啊，夜景的啊，这也是夜景的。夜景当然有一些高光的光斑，大家可以看，这隔着玻璃拍的啊，隔着玻璃没有那么好的清晰度，因为已经是3200的感光度哈，就是当时也没看，就差不多20-30分之一秒。但还端住了，但是大家看隔着玻璃这个光斑高光还会爆出一点点，这是夜景的感觉啊，夜里头拍的这些细节啊，这个氛围感虽然颗粒粗啊，但是颜色的表现还是有它的特点啊，这种蔡司的浓郁感跟徕卡在夜景的感觉一下子就跳开了。徕卡在夜景里头，其实我们觉得更温和，而G头确实是更强烈一些，对比度更浓啊，这么一个感觉。好。啊，这个也是啊，这拍的望京 SOHO 啊，这个呢颜色感觉不一样，这个我调的是一个中性的颜色啊，这是用的适马的 FPL 下雪那天拍的，FPL 下雪去拍的。然后呢，看看这些细节啊，因为 FPL 是6100万像素，就说你在2400万上好看啊是一方面，那么放到6100万上，它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可以放大了看一看。这是雪中间的细节，雪粒在空中飞的这个细节，这种感觉，树叶上的残雪，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质感，包括郊外的这个感觉，很康泰克斯啊，很康泰克斯。经常用G头原来的朋友应该一下子就能分辨出这种感觉啊，这个效果啊。有人说龙哥要不要把高感降噪调高点？我不喜欢降噪，我觉得噪点是画面的一部分，所以我都不调啊，我都不调。然后再看黑白啊，这是黑白，适马 FPL 来拍摄的黑白。那么大家可以看整个的画面的反差的通透感啊，这种雪的这个质感，稍微放大一点看啊，雪在空中的这个感觉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雪粒的这个质感清晰度从别上高像素，这个镜头6100万都是盯得住的啊，比我想象的要更精细一些啊。这个也是啊，这都是我带了我的专业模特小茉莉出去玩，在雪地里撒欢呢啊拍的。我专门拍了一张虚化的，就把焦点对到就是2-3米的这个空中啊，这个感觉，一个是能看看郊外的虚化，一个是看空中拍的这是雪粒儿。大家看这些雪在空中，在焦点范围之内的雪出来的这个质感，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在雪天，整个画面依然有非常好的反差，就这个镜头的一个特性嘛，G头反差还是比徕卡要高一些。画面你觉得这个黑白会有点更透亮那样的一个感觉啊，这当然也可能是我个人感觉啊。好，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细节啊，拍摄的这个就抓拍的，我裁了个局部，大家看6100万像素裁出来的局部的感觉，抓拍也很方便，细节表现也很好，郊外的虚化也都没问题啊，我觉得。就是 G45其实不用我来测，因为网上有大把，像当年 G2啊，当年就是赵佳嘛，他也发了很多拿 G45拍的片子，那拍的都很棒，有很多用 G45的大神，所以大家看他们的片子，那拍的比我好多了，所以大家去看看他们的片子，已经很能说明 G45的问题。摄影无忌当年 G45和 G2是专门有论坛的啊，大家都可以看一些帖子，足以说明 G45的这个能力啊。好，这张也是哈，这张也是这个不同的这个灰度的表现。啊，这张是小茉莉在那儿养雪玩了啊，玩嗨了。我拍了一张，然后呢，因为6100万像素，
来拍摄呢，足够的画面可以裁，所以我裁了一个局部给大家看一看。大家看看这支镜头啊，在这个画面里头，大家看看这个血粉的细节，6100万像素，这么一支镜头是盯得住的，这个是很意外啊，它的高锐度还是很有特点啊，所以这个细节。对，在云南说在无忌就叫 G2，对，当年大家一说 G2就想的是赵家啊，他写过这个兵书12卷啊，7种武器什么的啊，顶级摄影器材，它里头他对 G45的推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个细节，大家看这个血的所有的高光的细节都在，这个很难得啊，就是大家看血里头还是能分辨出很多细节来啊。然后呢，这是拍的这叫水山落上这个之后呢，6100万像素拍的，我也裁了一个局部给大家看一看，光圈全开，大家看看这个细节，在6100万像素下有这样表现的镜头，很多老头是达不到的啊，这个要客观公正的说，很多老头其实达不到那个感觉啊，这个头的这个表现其实真的是很不错啊。然后再看这个黑白的这个质感，这张是黑白，那么我们切一个局部给大家看看地上的这个小草和雪的这个感觉啊，虽然是阴天啊，整个的细节的表现，我觉得到边缘啊，这是这个雪的边缘，大家看看散焦这个效果，对吧？有一定的二线啊，这个头是有二线的，但是没到那种你看不了的程度啊。好，那么片子就讲到这儿，一个是黑色啊，一个是银色，这个镜头复活的 G45，我对 G 头的感情还是有的，我还是很喜欢 G 头的啊。G28一直是我在群里头，我有4支，就足见我有多喜欢。我在群里也反复说，那么 G45也是很棒的一个镜头。那么现在它被我觉得被老丁复活了，做到这个徕卡 M 口，而且整个的外观啊，整个的手感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啊，很不错。这个头还是在国产头里，我觉得做的精致度和颜值很到位。一个镜头，我觉得真的用徕卡的用户对颜值其实都是有要求的。啊，我相信用徕卡的用户对颜值是有要求的。那么这只头虽然不是徕卡原厂的头啊，但是你拿来玩有蔡司的味道啊，也是可以获得很现代的一个体会啊。还是那句话，真无两头戏。你想指望这只镜头干死502双 A， 干死蔡司电影头等等，天下无敌哈，干死阿尔帕啊，捏死那个。捏死什么 ACDK 什么的不至于，但这是一支有趣的镜头啊，一支非常有趣的镜头，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啊。